家好，欢迎来到娜娜的可以吃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要说乌龟跟兔子没有要赛跑的故事。我今天早上起来非常想吃碳水化合物，今天要吃青酱披萨，因为这样还有配合绿色嘛，乌龟是绿色的。有听到酥脆的声音吗？皮很酥脆。很好吃哦。青酱摆在哪里都好吃，面包上、意大利面、炖饭、披萨我都很爱。你喜欢青酱吗 ？Pesto 还是你喜欢红酱？太好吃了！我很喜欢吃薄皮的，因为薄皮的就是外面那一圈会很脆，像饼干一样，然后里面还是很 Q， 它比较薄，热量比较低，就可以自己吃完一整个。好日吃虾味鲜。为什么这世界上好吃的东西热量都很高呢？你看我超爱的汉堡、炸鸡、薯条、可乐、披萨、甜甜圈、蛋糕、冰淇淋，它们都很不健康。如果这些东西都零卡路里，又跟沙拉一样健康，是不是很完美？好了，开始讲故事了。龟兔赛跑结束之后呢，乌龟跟兔子两个人的生活都遇到了很大的变化。乌龟呢，大家都窃窃私语，喜欢私底下谈论他，说怎么样，他真的是走了狗屎运是什么样的好运气，竟然可以让他乌龟在赛跑这个项目上赢过兔子。不过呢，因为乌龟脾气比较温和，所以大家的八卦呢，对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他非常清楚，那一次比赛他之所以会赢，真的完全就是侥幸。所以他其实想要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，他不想要被大家的七言八语影响。可是呢，你知道一个小镇上面谁家发生什么事情都知道，所以刚比赛完的那一阵子，他连大门都不敢出，因为他只要一走在路上，大家都在看他，都在谈论他，想说他现在这样微笑，他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得意呢？乌龟竟然可以赢过兔子，还是他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赢得不光彩的比赛结果？为了远离这些注目的眼光，他不想活在镁光灯之下，所以他就常常躲到森林里面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有时候到了半夜，看了满天的星星，越看越入迷，竟然开始研究起星象。结果还真的被他研究了出一点心得。没想到过了几年，乌龟变成镇上很有名的占卜师。慢慢的，大家其实看到乌龟也不会想要去调侃他、取笑他关于好久以前那次比赛的事情了。大家在路上看到乌龟啊，想到的都是，请问一下我今天运势如何呢？水逆了怎么办？兔子这边呢是截然不同的状况，他心中一直无法忘怀那场失败带给他的耻辱，爱八卦的左邻右舍也不想放过他。大家甚至开始流传一句话 ：“You'd better be ready, or you'll be the rabbit。”这句话就是可以一秒激怒兔子，他就要上前去跟人家理论啊！你们这样说很不公平哦，为什么都要检讨我的个性不好？当天我是好心我是怕乌龟输得太难看、太伤心，我怕他伤了他的自尊心，所以才想说让他一下，我在山头睡个午觉。那就刚好，因为我前几天太累，所以睡过头了嘛。醒过来，乌龟就已经到了。那这整件事情为什么到头来变成我的错呢？今天我如果跟他再比一次，不是，就算再比1000次、10000次，乌龟都不可能看得到我的车尾灯嘛。就是这样，他就一直跟大家吵。可是呢，这种吵架就是一定没有结果，没完没了的嘛。到最后就吵到大家不欢而散，兔子的人缘也越来越差。再加上兔子这个人做事情就是3分钟热度，他常常大声宣布自己要开始各种计划，比如说我要开始好好的画画了，我觉得我对画画这边还蛮有天分的。他画了也不了了之学了吉他也放弃，说好要放风筝，风筝做一半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反正就是因为很多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，让左邻右舍又多了非常多的八卦可以取笑他，完蛋了。这就让兔子碰到谁就有架可以吵，而这些吵架不爽的心情就在他心里像滚雪球一样，让他越来越暴躁，越来越不可理喻。那生活的不如意呢，也让兔子养成了一个坏习惯，他3天2头就要去找乌龟的麻烦。他看不过去嘛，凭什么你过得那么高兴？我就是看你很不爽。那他就一天到晚去乌龟会经过的路上堵他，看到乌龟就说：“你敢不敢再跟我比一次嘛？来嘛，跟我比一次啊！还是你会怕输我？你就赢过我，你为什么要怕？试试看啊，搞不好这一次你也可以赢我光明正大的赢我嘛。”那当然乌龟就不想理他嘛，乌龟每次就会说：“我没空啦。”兔子就讲话很难听，没空，你是乌龟
你乌龟时间最多了，你怎么会没空？跟我比啦，跟我比啦，一直撸。因为乌龟就是他很清楚，兔子就是幼稚鬼，所以他就是这样，打哈哈就过了，事情好像就相安无事。但是没想到这一天，市场上很多人很热闹，乌龟远远的就看到兔子，想说哦，拜托今天不要吵我。没想到兔子今天竟然说：乌龟啊，约你约了那么多次，你是不是真的很怕啊？你就是怕输我，对不对？哼，难怪大家都叫你缩头乌龟。这个时候乌龟生气了，这踩到乌龟的底线，因为缩头乌龟这4个字是乌龟最不能忍受的骂人的话，因为他觉得这真的是很侮辱人。他身为乌龟，缩头是他要保护他自己耶，这有什么不对？这很勇敢耶，生命那么可贵，他明明是要保护自己，结果没想到这个动作竟然变成了骂人很胆小的话，所以他转过头。这时候大家市场上本来很多人全部都安静了，大家等着要看好戏。乌龟发表了一篇演讲，他说：我跑的是没有你快，要比速度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赢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够拼命，不够努力，看清自己吗？不是，那是因为我们生来就不一样。跑步是你的强项，不是我的。我不想再跟你比赛，不是我怕输。一个已知的事实有什么好怕的？未知才可怕。跑步这件事情，我本来就不如你。我从出生那一刻起到我死，我都绝对会在跑步这件事情上输给你。但是那又怎样？我为什么要为了我生来与别人不同而跟自己过不去？我为什么要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去上一个不属于我的战场？就像鸽子今天不会去找有准说我们来比赛谁飞得快，那叫做自不量力。因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，有些事情你天生就是比不过别人。就像乌鸦，它再怎么羡慕孔雀可以开屏，它这辈子都做不到。但难道乌鸦的黑色就一无是处吗？要比跑步，对，你的实力当然赢我，而且你躺着赢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除了跑步比我快之外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要害怕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乌龟说完之后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全部的人都眼睛瞪着大大的，等着看兔子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没想到他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转头咻一下就不见了。乌龟这时候有点后悔，他并不是真的想伤害兔子，要知道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啊，干嘛跟他一般见识呢？因为他刚刚说的话的确蛮伤人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乌龟很讨厌吵架，因为吵架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你输了心有不甘，你赢了心有不安。兔子灰溜溜的回到家，满脑子都是乌龟刚刚那篇长篇大论的演讲稿，他越想越气，哼，乌龟什么意思嘛？出口成章，了不起啊？瞧不起人嘛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哇，他就在家里蹦蹦跳跳哦，这样翻箱倒柜哦，撞东撞西，结果没想到柜子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掉出来了。他看了满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五颜六色，他自己也愣住了。做到一半的风筝，已经干掉的水彩、蜡笔，还有揉成一团又一团的各种计划表，要减肥的，要练习脚踏车的，要读书的。他自己知道乌龟说的好像是对的，可是他就是气不过嘛，他好生气哦，他跑到房间里面，被子盖起来，兔子就在那里大哭了起来，哭到累了就睡着了，睡醒了，整个人茫然的盯着天花板。这时候他竟然听到他肚子饿了的声音，咕噜咕噜叫。他突然间觉得这一切都好荒谬哦，他看着自己的肚子说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现在还有心情肚子饿想吃东西？你的人生一无所有，一无是处，你还有心情肚子饿？突然间有人敲门了，这么晚了会是谁啊？兔子又饿又累又气，去开门，没想到是乌龟，还有一篮很新鲜的红萝卜。你干嘛？兔子问，语气还很凶。乌龟知道兔子傲娇的脾气，不想跟他计较。他说，现在大半夜的，我不睡觉，来你家门口，还有一篮红萝卜，你觉得我要干嘛？兔子这时候其实心里软了，但嘴巴还是不服气，哼的一声，转头就走回家门。但是他也没把门关上，乌龟翻了一个白眼，就跟着走了进去。兔子看了一篮看起来很可口的红萝卜，天人交战，最后突然蹦出了一句话，哼，演给谁看？不吃白不吃。然后就开始专心的大快朵颐起来了。乌龟看着很专心的在吃红萝卜的兔子，慢慢的说，其实那个比赛一点也不重要，赢了又怎么样，输了又怎么样，日子其实是我们自己在过啊。兔子心有不甘，补了一句，那是因为赢的人是你，今天过得好日子的人是你，你才会这样说。乌龟觉得哇，不行了，
一定要把话说白了，他变得很严肃。所以你觉得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，是我运气很好是不是？哦，对啊，我这个人就是狗屎运很多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在比赛赢到你嘛。那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找到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那也是我运气好。我这么努力到现在，大家想要问星座运势都会来问我，相信我的占卜，那也是我运气好。对，我运气真的很好，才会遇到你这种人哦，一天到晚就拿我当出气筒。我运气真好耶。兔子这时候被说的自己就讲不出话来了，耳朵有点微微的垂下来。他当然知道乌龟说的有道理，但他心里就是有一种好奇怪了，就是不服输、不舒服的那种感觉。他真的不知道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到底是什么。乌龟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不需要羡慕我，也不需要去想什么公平不公平，人生哪有公平的？你以为我不羡慕你跑得快吗？可是我天生就是跑不快，我还不只是跑不快而已，我是跑得世界无敌、超级霹雳慢的那一种。可是那又怎么样？如果我一直在乎我跑得慢的这件事情，甚至还想要处心积虑的要去赢过你，那我的人生不就完了吗？”兔子这时候很惊讶：“你有想要赢过我啊？你真的有想赢过我吗？”乌龟说：“有谁不想赢？谁喜欢输？”兔子抬起头看着乌龟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。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他说：“我觉得大家都看不起我，他们看到我就记得我输给你个比赛的事情，他们看你的眼神跟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，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？”乌龟皱起眉头说：“大家怎么看你那很重要吗？重点是你怎么看你自己啊？”兔子眼睛红起来了。那是因为大家今天都喜欢你，你才会这样讲。如果大家都很讨厌你，你还会这样想吗？乌龟说：“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当初我之所以会去参加这场比赛，我根本不知道要比赛的对象是你。我那时候刚到这个镇上没有几天而已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我又害羞。他们莫名其妙的来找我说有运动比赛跑步而已，参加完之后还会有庆祝活动，还会有 party， 到时候你就可以认识很多朋友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加入我们镇上的人。我才去的，我到现场发现比赛的对象是你，大家都在窃窃私语，我才知道我中计了。”兔子愣住了，这我都不知道。乌龟苦笑了一下，他们明明知道我跑的世界无敌超级霹雳慢，还安排我跟你兔子比，那不就是要捉弄我，让我出糗吗？可是我那时候就想，那难道我现在就要转身离开吗？我今天来到这个新的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这就是我要留给大家的印象吗？所以我当时就想，那就跑吧，输了也没关系，我本来就很慢啊，输了也是正常的。那没想到我怎么会知道你自己就搞了那么一出，那最后我就赢了，那事情就到今天了嘛。赢不赢真的没有那么重要，我想让你知道的是，与其花时间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不如好好的专心在自己身上啊。跟我比赛不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你赢我那是应该的，它为什么会是你生活的全部呢？你应该要努力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跑道，那样的比赛才有意义啊。兔子眼睛都亮了起来，找到我自己的跑道吗？可是我要怎么找？乌龟笑了出来，你的人生的跑道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就是得去找啊。也许到最后你会发现，那是一条只有你自己的道路，你跟你自己赛跑，你只要比昨天的自己还要好，那就很棒了。那个时候你会发现，你在乎的不是跑多快，而是能跑多远。总之这些事情都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去发现。乌龟说完，他就慢慢的离开兔子的家。兔子看着乌龟离去的背影，还有自己吃了一半的红萝卜，以及满地的五颜六色的自己放弃一次又一次的那些计划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捡起地上的蜡笔，开始坐下来画画。他其实也不知道他要画什么，但是他突然心里从来没有这种平静的感觉。他甚至对自己有一点信心，他觉得好像要不一样了。虽然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他知道他只要把今天过得比昨天还要好，那就很棒了。事情只要有开始，那就很棒了。故事讲完了，甜点时间。今天 Takeaway 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关于比赛这件事情。比赛是一个比较的过程，很多人都说比较不好。No， 这个世界永远都会有比较，重点是你怎么去看待比较的那个过程跟结果。所以因为人生不可能不跟别人比较，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去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情。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。你去参加比赛，你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，可你进入了比赛，你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这很棒啊。你即使在这样的比赛里面输了，你都得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变得脚踏实地，你知道所以我不是最强的，
然后那个时候你应该要去问自己，我有没有很真心的帮赢的人鼓掌？我也同样在那个赛道上跑道上努力，可是那个人就是真的那一天的表现比我好太多了，不管他是不是先天上有一个地方赢过我，或者是他比我更努力，不管，但是他就是做得比我好，我欣赏他，敬佩他，祝福他。这个东西很酷很棒，他就在比赛里面你才可以感觉得到。然后你也不会因为我看到别人赢了，我就要因此埋怨自己，看清自己，自暴自弃，内耗这种负面情绪吗？不对，因为我还会得到另外一个礼物，就是我会安慰我自己，我会告诉我自己说 OK, it's fine, because it's not today.Just not today， 因为未来我还会有机会的，就不是今天而已嘛。所以我会带着非常脚踏实地、又感恩又谦卑的心情离开那个比赛的地方。那如果今天我比赛赢了，我是赢的那个人，因为我一定参加过非常多的比赛，我怎么可能每一次比赛都是站在最高讲台上面的那个人？所以当今天有一次轮到我赢了，我反而会更加的谦卑，更加的感动。因为我知道这一刻得来不易，因为所谓的要赢，它有太多考量的因素了，绝对不是努不努力而已，努力是最基本的，因为所有的人在那个比赛的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拼了命的努力，所以通常真的不是比谁比较努力，它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，所以没有赢的你跟赢了的你，它都是很好的生命的练习，去面对自己的各种情绪。你很开心，但你不会感到骄傲；你很沮丧，但你不会自暴自弃、怀疑自己，甚至是放弃。这些情绪的调和，让自己又回到在比赛之后大喜大怒大悲之后，又回到个很平静的自己，然后还可以继续努力、脚踏实地的往前。这只有比赛可以带给我们，因为你只有比赛了，你才会想赢嘛，你才会有那种失落的可能性，以及真正失落的现实，或者是站上枝头变凤凰，突然间很开心，全部都说你好棒，但是你会不会大头症，忘记自己的初衷？这所有的事情都是考验，而且也只有比赛这种东西可以带给人这样子的考验。比赛是虽然我们是跟别人比赛，可是所有的事情都在你自己身上，你应该要观察你自己，看你自己是不是从这个比赛当中真的学习到该学习到的东西，真的获得了宝贵的成长的养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一样英文版放在 Podcast， 欢迎大家去听，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，拜拜。